俄乌冲突表明，城市战正在发生变化。解放军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，将如何应对城市战，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绍。近日，美国防御1号网站发表文章称，乌克兰的城市战以美军在费卢杰或摩苏尔的战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出现了4个新的特征和新的挑战。首先，攻击部队到达市区作战区域很困难，俄军因为发现城市战比较难打，甚至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损失，因此对乌克兰各地的一个又一个城市采取了围攻战术。第二，城市战具有多个争夺领域，包括空中、陆地和地下，这与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的费卢杰巷战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。当时大部分的战斗主要集中在陆地领域。第三，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的混合范围更广，能力呢也更强。俄罗斯使用正规军、地方军阀、亲俄武装、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在城市地区开展行动。第四，双方在城市战斗中需要真正夺取电磁频谱的控制权，使用相应的器材干扰敌方的通讯和无人机等设备。俄军正在使用反星链系统定位乌军指挥中心，从而获得了一定的优势。美军在伊拉克作战时同样未遭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这些变化又给美国人带来了3个主要教训。首先，城市战将继续在武装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，因此决策者和规划者在准备军事行动时都应该牢记这一点。其次，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城市作战的许多条令已经过时，这些条令没有更新，也没有纳入当代作战环境和对手的能力。最后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城市战训练的设施也不够用，因为美军往往是使用2层简易楼房进行巷战训练，而实际情况可能包括大量的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。只有配备了与未来战场类似的实战环境，才有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战做好相应的准备。与美军相比，解放军同样需要重视城市作战的样式，因为一旦需要通过武力完成统一大业，台湾岛上的主要作战区域很可能就是城区。那么，解放军需要在俄乌冲突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？首先，夺取制电磁权，尽可能的摧毁敌方指挥控制网络。乌军之所以在城市防守战中打得不错，离不开星链的使用，而乌军呢又借此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指挥网络。俄军最近在巴赫穆特打得也不错，已装备了能够定位星链地面接收站的系统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，解放军在如何破坏台军指挥网络方面还需要下功夫。中国大陆在通讯科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，相信我们会有的是办法。第二，地面无人化作战装备的应用，单兵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，是夺取城市战胜利的关键。以步兵为主体的进攻体系，必然会带来大量人员伤亡。完全使用无人化装备呢，又不成熟。为此，解放军正在发展的有人和无人融合的战法，通过无人装备极大地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占领火力制高点，同时呢，还能呼唤空中和后方的远程炮火支援。在这方面，俄罗斯军队真的是太落后了。第三，无人机的使用，反无人机装备的发展，是夺取城市战空中战场胜利的新变量。未来的城市战，民用多旋翼无人机的大量使用，肯定会变成一大特点。如何使用好无人机，如何打击空中的无人机，都非常关键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未来武装直升机在城市战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，是需要认真深入的研究的。第四，地下攻坚作战证明了钻地武器和无人战斗机器人的重要性。城市群的地下防空设施往往都是坚固的防御阵地，需要有强攻的武器。总体而言，从俄乌冲突中观察未来城市作战的变化，美军非常重视，解放军同样也非常重视，因为这将直接关系着未来统一大业的大局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